Hello， 大家好，宠粉的仪态又来了。现在的真人秀越来越多，可看度却越来越低，不知道是竞争压力太大，还是没有什么好的宣传点，各类综艺都开始轮番整活。最常见的就是在镜头前展示明星种种奇葩表现，放大人与人之间冲突和矛盾。您敢相信慢综《向往的生活》都在用杀意变脸片段做预告了吗？杨幂在战至巅峰，差点和队友吵起来，这心态真的是崩了。你为什么不来抢河道野呢？辅助。宋丹丹因为表现太强势，遭到全民吐槽。接下来，仪态就带大家回顾一下综艺里那些令人窒息的瞬间吧。最近，宋丹丹老师似乎有些活跃，接连上了2档综艺。这边她在萌探自嘲网上说她是戏霸的事，张一山还给解释了一通，表示宋丹丹老师一切都是为了作品好。刚拉回点好感度，转头又在另一档综艺败光了，一些自我沉醉。飞耶耶，吓得大家不知所措，一些随心所欲，压得大家喘不过气儿。劝董璇找一个，最主要就是找一个。问苏妍霏有对象了没？哎，你有了没？在广为流传的尴尬9分钟里，更是实力展示了什么叫专制，什么叫强势。新一季的桃花坞演变成了大家长制，在各种问题方案上，一切都要听从宋丹丹的指挥和安排。一旦有人提出其他想法，她就一口否决。在节目中，宋丹丹为了能够拉近新嘉宾和老嘉宾的距离，试图强行组织一场篝火晚会，不但提议大家都要表演节目，还给每个人安排好了活动剧目。但其他嘉宾都面露难色，表现出不想表演又不得不憋着的感觉。直到吴大靖开始提出要不举行运动会的提议。我提议咱们可以来个这个运动会，好不好呢？瞬间点燃了嘉宾们的热情，来了兴致，几乎全员举双手双脚赞成，只有宋丹丹冷眼旁观。她强势地提出一定要举办晚会，第2天晚会，第3天给大家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。面对宋丹丹的安排，大家只好都表示服从。神之转折是王传君，宋丹丹 Q 到王传君的时候，他直接拒绝了，全场愣住。男女都可以参加，传君。我演龙虾，我演一只安静的龙虾。王传君随即表示，因为大家都不是很熟悉，而且时间上也有点来不及，即使强行演出，效果也不会好。自己喜欢平和的环境，不喜欢被逼迫，也不喜欢被人要求做什么事情，希望能够得到尊重。所以我非常不喜欢这个感受，我觉得我必须说出来。王传君说完这话，一旁的李雪琴甚至鼓起了掌。不过更让人窒息的还在后面。桃花坞中厨房的空间不大，吃完饭后大家都抢着洗碗，小小的地方转来转去，显得如此狭小。李雪琴看到这个现象后，就在开会的时候提了个建议，最好明确一下分工，这样就不会有人抢活，有人没活干。宋丹丹听了之后不开心，一个点名的问：我觉得有人抢活，今天抢活的举手。明明是出于好心，却被宋丹丹这样打脸的李雪琴很是憋屈，欲言又止一阵，最终抬手打了自己一巴掌。汪苏泷赶紧安慰，场面直接尴尬到凝固。现在过于激起了。整场会议中，对于宋丹丹的每次发言和决定，在场的年轻人们几乎都是互使眼色，又尴尬又想反对还不敢的状态。网友们纷纷吐槽宋丹丹简直太让人窒息了。上一个这么让人窒息的综艺还是花少，如果用一句话概括《花儿与少年》这个节目，就是我已不在江湖多年，但江湖处处都有我的传说。停播5年却常看常新，各种名场面被花学家们逐帧研究解析，堪称内娱人际关系社交实验类节目的天花板。最经典的莫过于那晚的篝火谈心，还有许晴的那一句上一季，因为上一季的人都正常。到了花少4播出第1期，似乎很平静，甚至因为无聊上了热搜。其实细看节目会发现是策划和剪辑的锅，明星嘉宾们可一点都不无聊，奇葩表现也不少。开头见面，丁淳欣看到一个女嘉宾就坐立难安，仿佛对方会吃人。能理解男流量不敢和女明星有过多接触，但是表现太过就夸张了。哥，我带你。可以，我带。张凯丽作为长辈，也是丝毫不顾及小辈的想法，做饭的时候狂放醋，看到其他人吃饭的时候面露难色，立马流露不满，思维方式和宋丹丹一模一样。为啥一点点呢？是说我做的不好吃？没有，不是，几个意思啊？还有莫名大哭的刘敏涛，迄今为止没有人搞懂他为啥会哭，节目组已经够照顾嘉宾了，他还突然崩溃，网友都忍不住吐槽他矫情玻璃心。那行，来吧，现在说看。
因为迷之剪辑和比较平静的叙述，第一期的表现其实并没有很亮眼。然而仅仅过去1周，花照4收视就上涨了，这是为啥呢？研究一下收视曲线，不难发现，当明星们遇上倒霉事，濒临崩溃，相互之间没有那么相亲相爱的时候，就是花照4收视上涨的时候。0.87的最高收视点正是下期预告播完，他们一行人遇上雷雨天，电闪雷鸣，逼得他们连雨伞都不敢打。果真，综艺节目观众大多都是乐子人，这种缺德情节看的人根本不想换台。当然，大概是粉丝不爱看这种剧情，更喜欢自己哥哥姐姐们美，所以这期节目吐槽还是不少的。也有人觉得传递出的情绪太过真实，看得人很焦躁，都不想再露营了。大幂幂参加的另一档综艺《战至巅峰》也堪称修罗场。这档节目本身热度不高，可衍生话题讨论度却很热烈。其中最让人恼火的一个点就是坑队友，偏偏节目里的男明星还都排着队展示他们多么擅长坑人。男星许魏洲可谓是其中表现最典型的一个，不止在游戏环节，在日常训练中也一样奇葩，偷懒迟到受罚，连累队友一起做蹲起，他还嬉皮笑脸，不听指挥，独自一个人不按教练口号做动作。4、5、6、7。有粉丝解释许魏洲是遭到了节目组恶意剪辑，可网友觉得迟到是真，不听指挥是真，连累队友也是真，字里行间流露的态度也做不了假。只能说，也许早年一些耍滑头玩小聪明的人设能在综艺中吸粉，但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明星翻车，网友们已经很难直视所谓真性情的明星了。再见爱人也很刺激到杨迪这种老综艺人都感到尴尬，嘉宾直接当面吵架，原场也好辛苦，夹在夫妻之间左右为难，尤其是这位 KK， 每次发言都让人窒息。我在家里有些事情不做，是因为我要让给他做，因为让他感觉到我需要他。和童春杰在饭桌上讲得不开心了 ，KK 直接转头就离开，杨迪人都有点懵了，甚至眼神里还有一丝丝慌张。好吧，你们吃吧，不好意思啊，又到那个点了。别。后面童春杰去哄 KK， 带上张赫和杨迪，哄着又开始吵架了。不是，就是我觉得那你以后不要做饭了，好不好？旁边的杨迪眼看俩人都快控制不住了，还要原场降压，眼神飘一下 KK， 再飘一下童春杰，暗暗思考自己说话的那个度，看着可怜又好笑，连杨迪都不能应对的局面，属实有点难了。节目播出后，杨迪在社交平台发文。结果录着我人都懵了，看到我尴尬又害怕的表情了吗？还真的是第一次看到他手足无措的样子。何文娜一家参加综艺婚前21天，也让我们看到了令人窒息的一幕。节目里，婆婆一大早就给儿媳妇何文娜准备了红烧肉，肉是好肉，光泽诱人，隔着屏幕都觉得香气逼人。饭桌上，婆婆疯狂给何文娜夹菜，希望她孕期能多吃点。不是你现在这样，孩子需要营养，不爱吃也得强吃。然而孕后期何文娜对油腻食物非常敏感，她拒绝了婆婆的好意，但即使何文娜反复拒绝，婆婆态度依然很强硬，在旁边反复劝说。拗不过婆婆的何文娜皱着眉头强行吞咽了几块肉后，不适感爆发，跑去卫生间吐了。事后何文娜觉得很委屈，越想吞下去越有反胃的感觉。看到这一幕，很多人几乎一边倒的表示，这哪里是关心儿媳，是关心肚子里的孩子吧。婆婆和妈妈也让不少人觉得窒息。陈松伶和张铎两人恋爱多年却没有孩子，在陈松伶患抑郁症、生活最苦难的时候，也是张铎一直在陪伴她。但是张铎的妈妈似乎并不看好这个儿媳妇儿。张铎妈妈来之前特意给儿子打了电话，陈松伶在张铎旁边和婆婆打招呼说话，却直接被忽略。陈松伶的婆婆眼睛里只有儿子，一进门就和儿子久久拥抱不撒手，对旁边的陈松伶不理不睬，而且婆婆3句话里面不理儿子，一直在夸张铎。到后面陈松伶的公公都看不下去了，就说你老是夸你张铎，你那是找的那对象松松，你咋没听你夸过呢？啊，你这不偏心吗？陈松伶婆婆来的时候，给儿子带来许多爱吃的东西，却给陈松伶只准备了1包大蒜。吃饭的时候，婆婆把好吃的东西都摆到张铎面前，陈松伶面前什么都没有。婆婆和陈松伶两人之间一直暗流涌动，还好张铎的情商比较高，知道该怎么样安慰妻子，怎么样调和双方之间的矛盾。侯佩岑一家的相处模式也十分别扭，在侯佩岑老公开会工作的时候，侯佩岑一直在旁边打扰对方，连炒蛋煎蛋这种问题也要询问的仔细，而且侯佩岑碎嘴特别严重。得知老公不舒服的时候，侯佩岑妈妈说要帮他刮痧，侯佩岑在旁边一直不停的问，有没有觉得比较轻松？整个肩膀是不是放松了？是不是啦？
明显可以感觉到侯佩岑老公不想回答，但是他却一直问个没完。杜淳和妻子王灿的相处中也存在很多问题，杜淳似乎还没有适应即将成为一个爸爸，不仅对于王灿的喜好一概不知，连孕妇应该注意什么也没做过功课，给妻子包个橘子也不情不愿。不过最终杜淳还是包了，包完以后自己先吃了一半。杜淳的箱子还是前女友的生日，结婚以后也没有改。相比起来，只有黄圣依家庭相处的最正常。宋妍霏参加综艺1年级大学季也给别人出了难题，当时的一次作业就是翻拍《大话西游》，宋妍霏想演的是紫霞仙子，而佟大为却给她安排演猪八戒。因为不满意自己的角色，宋妍霏当场耍起了小脾气，并直言不演了，拖累全班的嫉妒。那我选择不演，那我选择不演。佟大为当场翻脸，爱演就演，不演就滚蛋。看了这么多的奇葩操作，一泰真心想对各位综艺节目组说一句：展示明星奇葩行为固然能博取话题，可是并不会让节目变好看，还是老老实实做内容吧。败坏明星口碑，看一时热闹，真的不是长久之计。你还想看哪秀最合集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一泰哦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四一泰的视频，就请多多点个关注，四一泰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